没有像弯带一样大臂正面有逆天合模线，胯部竟然还做了防穿帮关节，这就是大通最新出的精益全能空我。今天就来看一下做的怎么样吧。嗨，帅哥，给个3连呗！哎，今天我们来看的玩具呢，是大通最新出的真骨雕精益全能空我。我们可以看到和之前的产品一样，是标配一个运输盒，上面呢有写它的编号，这次是10号，然后呢上面又加了一个 Made in China。运输盒里面呢就是我们的彩盒，依旧是大通原创的风格，6个面呢依旧是印的 Masked Superman， 就是假面超人嘛。而封面的图案呢，可以看到是被闪电环绕的一个空我。打开盒子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物呢和弯带是一样的，白底透明盖的一个真骨雕小悉数。第一层悉数里面是主体，而第二层呢就是手型配件，可以看到呢有足足5对，只不过配件只有手型。然后我们拿出来主体看一下，主要就是这一个复眼呢看起来就是细节做大了，所以说看到有一些违和感，其他地方呢还是做的不错的。然后开始做视频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一个脚腕给扭过来，就说这个装甲呢是前后装反了，因为它没有做限位，所以说呢直接转，不需要插拔任何的零件。估计是大通把 W 素体开发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呢就该去转战空我了。空我呢这个素体确实是能做出来很多的形态，不过为什么第一款要做这一个精益全能呢？我估计是因为万代半年之前宣布再版，然后最近出货了嘛，所以趁着这一款目前是最有热度的空我形态呢，大通就先把这一个给出了。不过也没有因此发生赶工的情况，这一个素体做的还是挺扎实的。这一款空我的重量呢是50克整，身上可以荧光的地方呢就是腰带中间的这一个透明零件，可以看到呢发出特别亮的黄色荧光。在一众 QQ 厂商里面，为什么就大通做的是这么的好呢？这个是因为大通呢它是能翻模好的地方就翻模，翻模不好的地方呢就自己建模再开模。而且这次空我呢，大通做的是更加的激进了，可以看到呢它是不满足于万代空我胯部关节设计的，可以看到呢是改成了和现在的真骨雕一样的防穿帮关节设计，同时呢大腿根这里是改成超大可动幅度的球形关节。而万代原版的关节是像 HF 肢体一样，是在侧面挖了一个弧形的洞，从这个洞里面做出让位，从而才能做出侧踢的可动。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胯部关节设计？我呢是更喜欢大通的这一种，因为呢它首先在正面看起来呢是和原版的是一样美观的，但是侧面呢就没有为了给侧踢让位而挖出来这一个洞，太丑了。而大通自己重新建模开模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在于头雕还有这一个腰带了。如果说你 QQ 模型玩的多的话都知道，这个腰带还有头雕呢都是特别精细的地方，翻模呢几乎没有一个能把它翻好的。而自己重新开模的话就不用担心把它给做糊了，只不过呢它这一个开模的有一些问题。首先就是复原里面的颗粒呢是比万代的要偏大偏少一些，而且呢它的这一个轨迹有一些不对，就说呢万代的它是一条直线下来的这一些小颗粒呢都是有点往内拐的，而它呢是有点往外撇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这个金色的角呢，它的最底端呢太平了，万代的是有一定的弧度的。除了质量出问题之外呢，其他地方做的是蛮不错的，可以看到耳朵呢要正常还原出来。然后腰带方面可以看到细节呢是特别爆炸的，都有还原出来。要说阉割的话，就是侧面它的这一个纹字处呢，可以看到，正版的这里应该是有一圈这一个刻线的，它呢是没有还原出来。然后其他保留下来的细节呢，可以看到做的还是蛮不错的，涂装也是挺精致的。就是它这一个中间的透明件里面的细节呢，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种转圈的效果，但它这一个线，放射出去的线条呢没有那种旋转的弧度。而身上其他看不出来是自己建模的部分呢，可以看到也是做的蛮不错，没有翻车的。肩部、腹部以及这一个小腿上的古代文字呢，可以看到都有还原出来，而且做的也是挺精细的。不过肩部文字分件呢，可以看到它是翘起来的，它并不是组合度不好，所以说翘起来，而是单纯的它没有沾胶水给它固定住，它倒是可以正常完全贴合，没有缝隙的。希望大货能在这里沾一些胶水，然后顺便把这个脚腕护甲给装正。然后就是 Q 模型大家最关心的缩模问题嘛，因为每一个零件的缩模程度不一样，所以说可能会导致局部变形，很别扭。特别是关节之间的缝隙处，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款肩甲呢是没有缝隙的。然后胳膊肘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臂和小臂之间的缝隙呢是比 W 系列的要小了很多很多，比起正版呢也差不了多少了。而胯部呢过渡很舒服，没有出现其他2个厂 KO 做的空我那种断层感很严重的感受。毕竟胯部这里是重新设计的嘛，并不是纯翻模。不过呢，它这个膝盖处可以看到大小腿之间的缝隙呢确实很明显了，比万代的要大了很多。除了这一个膝盖之外，我感觉其他地方的关节外观呢做的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漆面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空我的造型是很简单，就是单纯的黑金分色，但是呢，它身上这些极其细小的金色线条呢是很难涂好的。可以看到呢，它涂的效果也是蛮不赖。而黑色上面的消光效果呢，可以看到是质感很棒的。我呢，也就是在这一个左大臂上呢有一块轻微的线条状的蹭漆。而合模线水口方面呢，可以看到并没有像万代再版的一样，它正面有一个超级明显的凸起来的合模线。我们可以看到大通的大臂呢正面是没有合模线的，侧面呢也没有，应该是打磨掉了，打磨的太干净了，都不知道它是本来是开在哪里的。其他地方也是都有打磨过。而水口方面呢，就是它这一个腰带后面的是超级明显，然后就是膝盖装甲的分件呢，我这是有一丢丢没有切干净，而其他地方呢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水口了。
然后可动方面呢，可以看到低头幅度还行，抬头一般，转动非常的灵活。然后胳膊的平台呢可以达到100度左右，大风车没问题。然后就是大臂根可以平转，曲轴幅度可以轻松的超过150度，小臂处的装甲可以平转。然后手腕可动由于被这一个护甲给干涉住了，所以说可动比较一般。胸腰部可动呢，它是和温带一样有一个上拉关节的，可以拉出来一节正向可动。这样的话前倾幅度呢还算是很大的，后仰幅度呢就比较一般了。然后前倾的时候呢会有一块穿帮，胸部也可以进行转动。然后胯部呢也刚才看了嘛，可以轻松的一字马。然后前踢呢可以达到90度，后踢能够达到15度，大腿根可以平转，而且呢是可以球形关节大幅度转动，屈膝幅度可以达到150度左右。然后脚腕的向内接地性比较一般，向外呢只有一点点，脚尖没问题，脚底板的细节呢也是有还原出来。这样一圈绑下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说它这一个左胳膊窝的旋转呢是比右胳膊窝要紧上一些，有些别扭之外，其他地方竟然意外的挺不错的。最后就是配件方面呢，和弯带的也是有区别的。弯带它的点燃手呢是只有一个右手没有左手，它呢是给你1对了。有时候弯带它是4对半的替换手型，而大通给了你5对。可以看到除了点燃手之外呢，是3对不同的五指张开手，然后就是1对武器握持手。可以看到这些手指的细节呢做的是蛮不错的，而横膜线呢是横着开在了手掌上，没有开在手指上。手背甲上的细节涂装呢也都有还原出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款大通的精益全能空我的情况了。如果说我前面提到的2个建议大货能够修改过来的话，那也就是说这玩意儿压根就不用修复，对吧？可能有的人不知道空我素体究竟能出多少形态呢？来，我们看一下万代目前出过的空我系列的版本，有这么多的真骨雕，再加上摩托车的话，可以让大通出好久了。希望大通能够多翻几样吧。然后下一款新品再把头雕和腰带的细节呢给好好的修一下，更还原一些。